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能讓所有人都稱其為恐怖之所，甚至還被冠以了市庫這個詭異名稱？每當提起都讓當地人以及網友談之色變，甚至就連科教探索頻道都為其拍攝了2集專欄視頻。4名探險者全副武裝潛入水中進行探索，但最終的結果卻是永沉湖底，並且人們還在水下發現了各種不可思議的物品，比如有着上千年歷史的古滇国建築群，雕刻有巨型人臉的古代石碑，以及数条锁链牢牢捆死的木棺。而在2001年，央视破天荒对此地进行了直播，但刚潛入水中便被迫断开连接。就算到了现在，網友們也還在探討中斷的原因。而這一切的一切都發生在雲南的抚仙湖中，被眾多網友稱之為獅湖。撫仙湖位於澄江市和江川區以及華寧縣3縣間，其面積足有212平方公里，僅次於滇池和洱海，是雲南省內第3大湖泊。現在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992年5月2日，從小在撫仙湖長大的潛水愛好者耿衛從湖泊的東北處下水，卻意外地發現湖水突然變淺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數十面長達5米的石碑。而當耿衛穿上裝備下潛之後，發現了更多的石碑，規模之大令人震驚。當即他便想起了從小聽聞的傳說，那便是存在於撫仙湖之下的遠古城池。而就當耿衛再次下潛時，卻遇到了讓他終生難忘的場景。因為在深不見底的湖底，他看到了無數具屍體，分不清楚朝代和穿着，也分不清身份和男女，他們只是在湖底隨着水流上下浮动，如同活人一般略帶傾斜地豎立在水中，有的前傾，有的後仰。耿衛當即便被嚇得渾身僵硬，動彈不得，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慢慢上來。他不由得想起了長輩曾談起的撫仙湖的詭異事件，那便是湖底原來有一座古城，其中的居民全都慘死在一場天災之中，導致無數年來發生了各種詭異且不尋常的邪事。隨後耿衛將自己的所見所得上報了政府，但這種事情在那個年代根本不會得到重視，可他的所見所聞卻在那個本就不大的城市散播開來，所有人都相信了耿衛的說辭，一致認為在撫仙湖下存在無數石碑和那恐怖的浮屍。就這樣，時間過去了14年。2006年的6月16日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11名考古學家來到了撫仙湖，開始了第一次的官方考察。專家們打算從14年前耿衛發現石碑的地方下水，初始的勘探面積定在了3000平方米的水域，因為專家們認為，就算當年耿衛的水性再好，也有不過200米，即使加上水下的暗流可能導致湖底的東西移動位置，3000平方米的勘探面積也是綽綽有餘的。隨後10多名潛水員開始了第一次探秘，時間不長就有了重大發現，那便是14年前耿衛發現的巨型石碑。但眼前的石碑卻充滿了詭異，因為上面清晰地雕刻着一副人臉，細長的雙眼和巨大的嘴巴，並且後續發現在每一個石碑上都被雕刻了人臉。隨後專家猜測是大祭司的設計造型，並大膽推測眼前的水域之下是一個巨大的祭祀台。接着專家團隊再次往撫仙湖的南部進行考察，因為按照古代建築風格，祭祀台的附近必定會有一個完整的城池。果不其然，在中部水域下方找到了一座破敗不堪的城池，但規模卻是極其宏大，其面積更是達到了至少 2.3 平方公里，初步判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。隨後專家斷定，這極有可能便是在歷史上神秘消失的古滇國。原來在2000多年前，滇池沿岸的確存在過一個古代文明，鼎盛時期有着非常高超的青銅器制作工藝，但很長一段時間裡，人們卻只能通過史書了解古滇國，因為從來沒有人找到過這個國家的遺址，哪怕是一面破碎的城牆都沒能見到。而在接下來日子裡，專家們一直嘗試尋找14年前耿衛所見到的浮屍，但可惜的是卻始終沒有任何線索。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01年，似乎也能找到一些線索，因為新华網就曾對撫仙湖进行了一场探秘直播，可剛刚下水還不到20分鐘，直播便被強行中斷了。直到現在我們也沒能找到任何影視資料，但可以確定的便是在直播中斷之前，潛水員似乎在湖底發現了無數個人形黑色物體，他們在水中上下浮沉，但這些事情到了如今已然無法解釋，更無法證明。也許等到以後科技更為發達之時，才能解開撫仙湖的秘密吧。